这一瞬间，何英秀只觉得毛骨悚然，后背发寒。她不知道女儿双手握着的那只手到底是谁的，心里甚至有了一种仿佛在做噩梦一般的感觉。惊恐的她忍不住问到若离：你牵的那只手是？问到这里，何英秀的表情忽然愣住。她原本想问女儿，她牵的手究竟是谁的？可是此刻的她忽然感觉自己某一处已经消失多年的神经，忽然被牵动，传回了一种被紧握的感觉。那感觉便来自于她那已经被斩断了20多年的右手。何英秀与伊藤雄彦不同，伊藤雄彦是刚失去双腿不久，他将近50年的时间里都是一个正常人，骤然间失去双腿，让他极难适应。可何英秀同样将近50年的过去里，有一半时间都是一个没有右臂的残疾人，这么长时间，他早已经习惯了右臂空空如也的感受。现在右臂忽然回归，他一时间根本无法适应。但是让他下意识要去控制右臂的时候，他能明确感受到右臂所有的神经系统带给自己的清晰反馈，那种感觉无比真实。他惶恐无比地看着苏若离，问道：若离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妈不会是精神错乱了吧？苏若离急忙解释道：妈，您别紧张，您没有神经错乱，这都是叶先生那颗重塑丹的功劳，它能让人断肢再生。在您来之前，伊藤家族的伊藤雄彦就是靠着叶先生的重塑丹，被截肢的2条腿都彻底恢复了。听到苏若离的话，何英秀虽然心中惊骇无比，但理智已经让他做出了准确的判断。他见识过叶晨丹药的奇效，能让一个武者在一炷香的功夫跨越几十年都无法跨越的天堑。见识过这种神奇，如今断肢再生，他虽然也嫉妒震惊，但却不会质疑其真实性。确认这一切都是现实，何英秀整个人已经激动得无以复加。他看着自己的右手，难道妈从断臂的那一刻起就没想过还能有恢复如初的一天？苏若离拉着妈妈的右手，哽咽道：妈，您不是问我以前过生日都许什么愿望吗？这就是我的愿望，只是我从没想过竟然真能实现。何英秀听闻这话，更是感动的眼泪不止。母女2人本就感情极深，再加上从小相依为命，这种感情比一般的母女更深了不少。而何英秀的断臂对这母女2人来说，又是一个极其特别的存在。从实际角度来说，何英秀若是没有断这条手臂，苏若离绝对不会降生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妈妈虽然过了20多年残疾生活，但内心深处对这条断臂心甘情愿，可女儿却因为这条断臂而惭愧不已。她又怎能不知道母亲心中所想？可是一想到自己是妈妈用一条手臂换回来的，她心中便对妈妈充满愧疚。而现如今叶晨给的一颗重塑丹，彻底解开了苏若离的这个心结，同时也弥补了何英秀20多年的缺憾。一时间母女2人欣慰至极，均是哭得梨花带雨。而2人不知道的是，换上一身西装的苏守道此时已经在客厅紧张地来回踱步，一大束鲜艳的玫瑰花就捧在他的手上，而那颗他并不太满意的钻戒此时也安静地躺在他西装内衬的口袋里。苏守道这辈子还没有向女人求过婚，所以心里难免会紧张忐忑。当年与杜海清结婚，也并非是因为他向杜海清求了婚，而是因为杜海清在叶长英结婚之后主动找到他，提出了与他结婚的几个要求，并且放出话来，只要能答应就立刻嫁给他。当时的苏守道没有半分迟疑，
立刻全盘答应下来。然后就是双方父母见面，紧急制定婚期，匆忙完成婚礼。由于节奏太快，快到苏守道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式求婚的机会。此刻的他一边来回踱步，一边在心中默念准备求婚的台词，同时还要不停关注腕表上的时间。眼看母女二人已经进去半个小时，他不禁有些焦急地询问叶晨叶先生，他们娘俩怎么还没出来？叶晨微微一笑，应该也快了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做好了。苏守道没底气地应了一声，随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，有些没底地问叶晨叶先生，劳驾问一下，求婚是单膝跪地吧？先送花还是先送戒指？叶晨摇头道，我也不知道。苏守道下意识地问道，您怎么会不知道？您不是结过婚吗？叶晨淡淡道，我结婚的时候基本算是包办婚姻，我老婆的爷爷一人力主，全权包办，所以没有求婚这个流程。说着，叶晨问他，你跟杜阿姨当年没求婚吗？苏守道尴尬地讪笑道，您是包办婚姻，我是协约婚姻，咱俩也算是半斤八两。叶晨理解地点了点头，笑道，我觉得求婚嘛，首先是要先做好求这一步，所以先单膝下跪肯定是必不可少的，然后再把戒指掏出来，问对方愿不愿意嫁给你，如果对方点头，你再把戒指给对方戴上，然后把花送给他，如果对方拒绝，你按理说就应该绅士地站起身来准备退场了。苏守道一听这话，顿时变得更加紧张，忍不住问，要是若离他妈妈一会儿拒绝我怎么办？我以后还要被他监视居住，他要是拒绝我，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未免也太尴尬了吧。叶晨笑道，我觉得和女士这么多年没有嫁人，还独自一人将若离抚养长大，甚至在若离成年之后，还把若离送去你身边保护你，由此可见，你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是很高的。换句话说，他应该是深爱着你的。如果你跟一个深爱你的人求婚还能被拒绝，那你就要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了。苏守道不禁点了点头，仿佛给自己打气一般，嘀咕道，叶先生说的有道理。如此说来，只要我真心实意向英秀求婚，向英秀表明我心中所想，他应该不会拒绝我。更何况还有若离在身边，于情于理，他应该都不会拒绝我。说着，他连忙又看向叶晨，恳求道，叶先生，能不能拜托您一件事？叶晨淡淡道，你说。苏守道表情诚恳地说，如果若离的妈妈答应我的话，我希望您能允许我们在金陵的别墅里办个简单的仪式，办几桌酒席，再让知瑜和若离一起来参加。叶晨微微一笑，开口道，如果何女士今天答应你了，那等我回金陵之后，一定会在金陵的白金汉宫给你们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到时候苏家所有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来参加，包括远在马达加斯加的苏老爷子，还有正在朝圣路上的苏之妃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